先讲结论 ，MH370 不是自然失联，而是一场被精确编排、层层切割通讯，最后消隐在南印度洋冷夜里的人为行动。你可能会问，证据呢？先别急着下判断，我把时间轴、操作痕迹、一连串刚刚好的巧合，像拉开一张案发地图一样，一点一点摊开给你看。听完你再决定，这到底是失控，是自杀，是误击，还是一场从驾驶舱开始的沉默劫机？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影片。那一夜，2014年3月8日凌晨1点19分，塔台按程序提示移交管制，驾驶舱里传出一句晚安。MH370 平静、礼貌、标准，却少了国际民航惯例理应随口附送的新频率。对外，这是个小细节；对内，这像舞台帷幕落下前的暗号。37秒后，2次雷达上的应答机代号熄灭，再过片刻，雷达目标才淡出。注意顺序，如果是爆炸、失火、全机断电，所有讯号会同时消失，但它分2段，待节拍地退场。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手动关闭应答机会经过一个关闭高度回报的档位，地面才会读到一个怪异的高度0。这不是天灾，这是手在拨盘上转过的轨迹。接着 ACARS 不再回报，飞机对世界的第2条脐带被剪断。还没完，最顽强的 SATCOM 也在短暂沉默后于2点25分重新上线，朝卫星丢出一个握手回应。任何自然故障都很难自己修好，要让它灭又让它亮，往往得人伸手进电子设备舱，去那些一般机师一辈子都不会碰的断路器。这一亮像是我还在的幽灵短信，让后续的多普勒解算成为可能，也让整起事件的逻辑从事故拐进操控。如果只是失控，怎么解释随后那记近乎疯狂的270度急转？不是温柔的自动驾驶圆弧，而是人手握杆的狠劲。如果只是迷航，为什么沿着马太交界线压线飞，像在对两边防空说对方在盯，不关我事？那一段高度更诡情，长时间停在29500英尺民航规章里，没有这种半格高度。在防撞系统失效、应答机关闭的情况下，把自己塞进航路与航路之间的缝，避开一切可能遭遇。谁会这么飞？受过战术规训、懂反侦察手法的人会这么飞。2点22分，目标划出军方雷达最远边界。2点25分 ，NACO M 重启之后6小时多，7次握手，一次次多普勒漂移，像潮汐那样把轨迹往南拽，直至8点19分，油尽灯枯。你说这也可能是机长自杀。好，我们把镜头推进驾驶舱，主通讯3杀，电子舱断路，航迹压线，非常规高度，深夜长航入海自杀，可以解释动机，却很难解释编排。更冷的是，有专家把短暂爬升至极高高度的段落解读为客舱缺氧加速，氧罩能挺10几分钟，驾驶舱独立供氧能挺数小时。当客舱成了沉默的灵堂，前舱仍有一双清醒的手推着一架巨兽往无人区的尽头走。此刻你可能想问，如果是他，那他是谁？副驾当晚在受考核，权力不对称，稍一支开，舱门内锁，外人没入。这个推断不是结论，但合理。机长的履历、飞时、授权考官身份、家中模拟器里被删除又被复原的南印度洋中局航线，这些线索彼此呼应，却并非司法定罪。我们要谨慎，但也不能装作没看见。最迫切的问题其实不是是不是他，而是如果整起事件是人为，那他究竟只是个人极端选择，还是被卷入了更大棋局？这几年大国博弈版的叙事一直很热，有人梳理当时的军演时序，推测误击或拦截，有人强调机上有技术要员与关键零组件，还有少数声音把矛头指向远程接管的阴影，说波音藏着紧急遥控入口被某方利用。问题是每一条都卡在证据关，误击应该有大片漂浮残骸与一致弹道痕迹，远程接管必须有可核验的链路与记录，技术猎捕要能勾出地面行动网，没有这些，阴谋就停在叙事层，刺激却站不稳。
我们在台湾看多了信息战叠加的新闻，也更懂一个道理：怀疑是必要的，但证据才是底线。证据在哪里？10年来最硬的是一片片飘来的实物，经复议、整流罩、舱内面板、海流与藤壶的生长年纹提供时间线索，材质断裂、形貌提示受力方式。民间调查者跑遍印度洋沿岸，在海滩上一块块找，把它确实入了海，从抽象变成摸得着的现实。可现实也在反噬，负责接运残骸的外交官在街头遭近距射杀时间点、手法都冷得过分。艘船短暂消失的乌龙，家属所谓幽灵电话的误解，媒体转述里的夸张与错漏，真相像被无形的手推来又推开，留下的总是足以点燃怀疑，却又不足以完成证明。于是争论回到起点，要答案得要位置，要位置得要海床。深海是世界上最不愿配合真相的地方，冷、黑、压强大，地形复杂，洋流在你以为应该在的地方把你推开几十公里。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，每一轮搜索都像把一张密密麻麻的可能区涂掉一点，再涂掉一点。你说不是说10天内一定找得到吗？话好说，还不答应。可我佩服那批人，有的拿公共预算，有的拿私人资本，有的被酸炒新闻，有的被家属骂，又要我们等。但他们还是开船出港，因为他们知道坐在岸上怀疑什么都不会发生。身在台湾，我们为什么要在意？很简单，我们是海岛社会，我们仰赖民航网络、转机枢纽、航安标准。我们也深知资讯透明、程序正义直接影响灾难后的信任修复速度。MH370教会世界的一件事，就是空白时段比坏消息更可怕。坏消息会痛，但能落地；空白会长霉，滋生阴谋，撕裂社会，拖垮制度。我们看过太多讲不清怎么把一个本可收尾的事件拖成10年心魔。台湾的强项恰恰在这开放、记录，让民间专业加入，而不是把一切塞进黑箱，任由坊间版本盖过官方版本。回到技术面，我想把那7次握手讲清楚，因为这部分最容易被神秘化。它不是语音，不是坐标，而是卫星与终端之间的你在不在与延迟多少。透过平移，就像救护车远近时音调会变，再加上卫星相对运动，能推一个弧带，告诉你大概在这条大圈上为什么是南湖不是北湖。因为你要让所有已知残骸、漂移模型、雷达消失点、燃油载重与耗率、发动机自动回传逻辑同时不打架，北线会自相矛盾。注意，我说的是最一致，不是唯一。科学在这里做的是最大共识解，不是绝对坐标。那驾驶舱里的人呢？政治动机、家庭裂痕、职业倦怠，我们可以合理化一切，却很难证实其中任何一条。有人问我，如果真是机长劫机，为什么不宣布诉求？我反问，如果他的真正目的是让世界永远得不到完整叙事，那不留诉求反而是最强的宣言。也有人说，这太残忍了吧？是，很残忍。可你看过那么多温水里完成的暴行，往往就是这样，没有枪声，只有按钮，一个一个被按下去。空服与乘客可能在几分钟内陷入缺氧，错过了能打电话、能冲门、能留下最后短讯的窗口。当我们在地面还以为系统延迟会让亲人电话响起，那架飞机已经被推进无人区，我们还剩什么？2样：海床与黑匣子。这是唯一能从高度可能跨到足以闭卷的钥匙。技术在进步， AUV 的分辨率在提升，测扫声呐的处理算法在变聪明，目标分类在用上更多机器学习。更重要的是，过去那些看似合理的假设正在被逐条复盘。终端功耗温漂、风廓线修正、残骸出漂实窗、翼面破裂、模式相容性，这些细节越补齐，搜索区就越像是对的。这不是再画一圈，这是把整块拼图的缺角一一磨平。我理解家属对任何再出航一次的又爱又恨，爱的是希望，恨的是又要等。但坦白说，除了继续，我们没有更体面的替代方案。我们在台湾
习惯把困难的事拆成一格一格，资讯开源、跨域协作、民间参与、媒体自律，政治少一点抢戏，多一点让专业说话。MH370这10年，最让人心寒的不是找不到，而是讲不清。当讲不清变成常态，阴谋就会填空。任何国家都一样，我们要的不是某一个版本赢，而是让证据能说话。这一点是台湾相对擅长，也最该坚持的价值。讲到这，你可能已经把自己的结论填进心里了。先留白，我再加2件经常被忽略的小事。第一，家属的时间感，对我们是10年新闻，对他们是每天醒来第1秒的拨号本能。有没有未接来电？那串号码删不删？每一则所谓手机打得通的传闻，都是一次希望的点火灭火。第二，民间搜寻者的孤独，你可以质疑他的方法，但你很难否认他的体力与执拗。正是这种不相信海会永远赢的执拗，撑住了公共注意力，也逼着相关单位别轻易把可疑但未证的线索扫进地毯下。最后，我把整件事压成一句话 ：MH370，把空难调查从技术问题推成了信任问题。技术可以慢慢补，信任一旦塌了，10年都不一定补得回。对我们台湾来说，这是一面镜子。当下一次危机来临，我们能不能做到越不确定、越透明、越敏感、越让证据前排？能，我们就不会在10年后还对着同一片海重复同一个问句。好，我们把今天的重点盯住： 1. 时间轴与分段熄灭的操作痕迹，把自然失联排除到只剩极小概率。 2. 战术味道浓的折返航线与非常规高度，让临时起义说法站不稳。 3. 7次握手与多普勒湖带给出南线终局的最一致解。 4. 漂流残骸与材质痕迹，把入海从揣测变事实。 5. 动机层面的所有版本，不论政治、家庭、职业，都欠缺可司法化的证据，因此真正能闭卷的只有海床与黑匣子。 6. 对台湾的启发，制度要把可疑但可查的空间留出来，让专业而不是揣测主导最后1公里。如果你要我用一句更狠的收尾，我们可以接受找不到，但不该接受讲不清。只要还有人在等，那张海图就不该被卷起。下一次有消息，我们不该只问谁又放风声，而应该追问证据在哪，方法是什么，假设如何被校正，这样才对得起那239个名字，也对得起每一个在深夜里仍把手机放枕边的人。我们把镜头再推进一点，把怎么找讲清楚，也把为什么还没找到讲明白。你会发现，真正卡住我们的不是缺装备，而是3件更难的事：第一，旧假设的惯性；第二，跨国资料的壁垒；第三，公众耐心的半衰期。听起来抽象，我拆开说，保证一口气听完不喘。先讲海床，深海搜索没有你想的扫一遍就好，声呐拖鱼拉出去，船速要稳，姿态要稳。海底地形如果起伏大，声束会被阴影挡住。你以为扫到了，其实是扫过了。每一次回收数据都得在甲板上花长时间把噪音剔掉，把疑似目标逐帧标注，再派自主潜航器下去近距确认。问题来了，确认一次要时间，要天气配合，要窗口，窗口错过，整条线重来。为什么我强调这个？因为每一个10天就能找到的口号都会被这套现实打脸。不是谁说谎，而是还有自己的脾气。在讲燃油与航迹，南湖不是一条线，是一条带，带怎么变窄？靠2端再校正，前端用雷达最后消失的速度区间、重量推估、气象风场，尾端用发动机喘振与功率曲线的下坠时间窗去约束。任何一边的误差稍微放宽，搜索区就像口袋被扯大。过去几年，大家把很多看似合理的假设当成理所当然，比如风廓线取平均，发动机效率用标称，飞机姿态当自动驾驶稳定。但现实里，一个微小的人为输入都会让尾端落点云膨胀一圈。结论很直白，要找到就得一条条把方便的假设换成经得起反问的参数。难不性感却是正道，
你可能会问，那民间找到的残骸意义有多大？非常大，不是因为有残骸等于就快了，而是因为它把入海锚死在时间轴上，还能反推出漂时间窗。海流模型吃进风力、涌浪、科里奥利里，再用多点样本去倒推圆，样本越多，材质越全，藤壶年纹越轻，反推就越不发散。是的，它永远不是 GPS， 但它能把搜索带挤薄。所以别小看每一块被捡起来的碎片，那是在跟海洋抢话语权。说到这里，我想把证据的层级讲清楚，让我们以后看新闻不容易被带着跑。3层我称它螺丝钉法则。第一层，物证残骸、断口、材质、疲劳纹、藤壶、呈长年纹，这一层最不性感，但最不容易被嘴巴推翻。第二层，数据、雷达时序、卫星握手、功耗与频飘、航电事件日志，这一层专业门槛高，容易被误读，但可复算。第三层，叙事、动机猜测、地缘博弈、遥控传说、误击可能，这一层传播最快，也最能卡住你情绪，但离闭卷最远。听我一句，优先级永远是物证大于数据大于叙事。叙事可以启发追线索，但不能代替线索。我们在台湾对这种叙事超车证据的戏码不陌生，越是敏感，越该守这个秩序。好，回头看驾驶舱，很多人执着他为什么不留遗言。我换个角度问你，在一个设计周到、逐条切断通讯的行动里，不留遗言恰恰像是设计的一部分，因为遗言会把叙事收口，等于给后续的政府、公关、航空公司一个可操作的结局，而没有遗言才会把世界推进永远追问的循环。你觉得残忍，是非常残忍，也正因为残忍，才更符合那一整套把自己从所有体系里抽离的操作逻辑。听起来冷血，但这就是我们现在能读到的算法。把镜头拉回台湾，我们要学什么？3个简单的动作，生死攸关。第一，资料及时外部化，航管录音、雷达回放、航路交接时序，能公开就公开，不能公开也要让独立第三方封存核验。越早把空白时段盯牢，越能把阴谋的空间压缩到最小。第二，多轨平行验证，官方、学研、民间团队的模型，不要先对结论再对数据，而是统一数据底座，分歧假设参数，然后公开各自的落点云差异。争论透明本身就是一种安定。第三，媒体叙事的自律，标题可以抓眼球，但必须对证据层级有标示，这是物证，是数据，还是叙事？观众一眼看懂，不容易被煽动。这点台湾媒体能做，也该做。我知道你还想听阴谋论的那面，我不回避，但我要求一个最低的游戏规则，每讲一个版本要给出它不可替代的证据。比如误击说，至少要能拿出一致的爆散场与碎片分布；比如远程接管，至少要能说明控制链路的频段、握手、日志、残影，哪怕被抹去，也得有抹去的痕迹。没有这些，就先当待检假说。怀疑可以保留，证据没到位，就别拿来压过物证与数据。这不是替谁说话，这是替常识守门。说回家属，我得替他们多讲一句：10年最可怕的是社会的疲劳。刚开始所有人都在问，后来只剩几张熟面孔在记者会上，再后来连记者会都没有了。可对家属来说，时间没有走，每天都卡在同一刻。我们在台湾对把人放在中心的感受很深，不只是赔偿金，而是程序感、参与感、可验证的进度。任何一次再出航的宣布都应该附带3件东西，这次与上次的参数差异清单、假设校正的依据、可公开的实时搜索日志，让家属与社会不是被动收看，而是共同记账。这比任何一句我们很努力都更有力量。接下来谈一个被忽略的细节，飞行员心理卫生。行业研究显示，飞行员群体的心理压力被低估、被羞耻化、被流程化处理。台湾在这方面其实可以走前面，匿名心理通道、非惩罚式报备、同儕支持系统，把求助从风险变成常态。你问这跟 MH370有什么关系？很直接，在所有人为极端操作的假设里，
心理变量都是上游。你把上游的阀门装好，很多下游的悲剧连起跑线都到不了。技术面再科普一个关键 ，APU 与 SAT-CM 的复活时序。为什么2.25分那次握手意义重大？因为它像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有人重上电的动作。若无 APU 主发电切换介入，几经不可能自发亮起。这个时间点，把全机突然失能的剧情基本排除。注意，我说基本不是100%，做判断永远保留余量。但我们该让高相容版本占前排，低相容版本别抢 C 位。现在安排一个如果这次搜索真的在一个相对精准的区间里发现目标，接下来会怎样？第一步，确认姿态与破裂面能回答渐落还是解体。第二步，定位黑匣子可独立供电的生信标，早就没电，但匣体在，数据在。第三步，数据读出与跨国联合鉴定，这里台湾可以贡献的是方法学与程序监督，让读到什么、如何解释都在阳光下。这个流程越是透明，越能一次性把10年来的谣言清理出场。你可能会担心，万一读不到呢？那就回到我前面那句，我们可以接受找不到，但不该接受讲不清。读不到也要讲清为什么读不到。你可能会说，讲这么多结论呢？我给你一个硬核简版，像是把今晚的讲稿刻在你脑子里的备忘录。1. 分段熄灭通讯，强烈人为指纹。2. 战术级折返与非常规高度，有经验的操控者。3. 7次握手与多普勒南湖最一致的终局方向。4. 漂流残骸与材质证据，入海是事实，不是想象。5. 动机层面无司法强度证据，唯一闭卷钥匙在黑匣与海床。6. 台湾能做与该做，资料外部化，平行验证，媒体标注，证据层级。7. 下一次搜索的观战重点，参数差异，假设校正，日志公开。你发现了吗？我们今晚从第一秒的晚安 MH370 一路走到怎样让下一次不再陷入黑箱，从谁在驾驶舱走到社会如何减少下一次驾驶舱里的孤岛。这不是把故事说得更悬，而是把问题落地。对台湾来说，这才是我们最擅长也最值得骄傲的地方。避免神神叨叨，专注能证、能复算、能对外。收尾前，我想给你留3个问号。回家路上，让他在脑子里晃2圈。其一，如果没有遗言就是一种设计，我们要如何在制度上对无声的犯罪提高可见度？其二，如果空白时段是阴谋的氧气，我们要怎样让每一条可能被动过手脚的环节自动留下可审计的指纹？其三，如果下一次不在南印度洋，而是在我们周边海域，我们有没有把证据优先级的教育做进媒体、学校与公务员训练里？答案不需要今晚就出来，但方向必须今晚就种下，因为只要还会飞，还会跨海，我们就绕不开这些题。MH370 让世界欠下一个句点，我们能做的是把逗号写对。等那一天真正的句点落下时，社会已经准备好承接它。最后一句话，人就锋利，别被谁的版本更带感牵着走，去问哪一层证据更抗争辩。当我们学会这样看，阴谋会自己退潮，真相才有落地的机会。等他回来之前，我们把灯一直开着。